你说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呢？我们家都几代单传了，我跟你结婚，不就是指望你给我生个男孩吗？可现在呢，你生一个女孩，你让我怎么办？你怎么能这么说？这生男生女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。孩子是你生的，不是你的问题，难道是我的问题啊？我又生不了。你这是什么话？孩子是我生的，但也不是我一个人就能生的呀。你怎么能把全部的责任都推给我呢？就是你这个不争气的女人，生出这么一个赔钱货。不管是男是女，他都是你的孩子，你不能这么说。我说都是事实，我能让他活着就不错了。姐，你来了，坐。弟弟啊，我来看看我那不争气的弟媳。别提他了，一提他我就来气。怎么没看见他人呢？这不刚生没几天嘛，在里屋躺着呢。哎呀，这都3天了，还在床上躺着。我生完孩子就下地干活了。他生个闺女还这么娇气。可不是嘛，我去叫他，等下你帮我说说他。哟，小雅，出来啦！你这身子怎么还这么虚弱啊？我这身体还没恢复好呢。姐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能有什么事啊？就是过来看看你啊。你这整天躺着，这身体怎么能好呢？没事啊，要多动动。我看这家里啊，怎么这么乱？一看就是很久没收拾过了。我那个时候啊，可没你这么娇气，生完孩子洗衣服做饭一样没耽搁。这生完孩子是要坐月子的，不然会落下病根的。我生儿子都没坐月子，你生个闺女还想坐月子？你也不看看实际情况，你娘家没人来照顾你，难道你还指望我弟啊？他一个人要上班要做家务，你想累死他？我为他生儿育女，难道他为我做这点事都不行吗？你要是能生个儿子，或许我们还可以考虑一下。你这生个赔钱货，我们还指望你什么？姐，你也是女人啊，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？我可不是你这种不争气的女人。阿边啊，我想吃水果了，你能不能让你媳妇去给我买啊？正好也能让她锻炼锻炼。你这几天在家等的差不多了，正好出去溜达溜达，去市场给我姐买点水果回来。我现在出门都挺费劲的，你还让我出去买东西。再说了，姐想吃水果，你去买一下不行啊？我说你现在怎么这么矫情啊？别人都行，到你这就不行了。我姐好不容易来一趟，她想吃点水果，你还推三阻四的，你说你还能干点什么？赶紧出去买，买不回来别回来了。小雅，真的是你啊！我还以为我看上人了呢。哥，你怎么在这？我买点东西啊，过来看你。你这刚生完孩子，不在家坐月子，你跑出来干嘛？你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哭呢？哥，我太委屈了，他们都欺负我。你快告诉哥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哥，就因为我生了个女儿，他们全家人都嫌弃我，不但不好好照顾我，还不让我坐月子，还把我赶出来给他们买水果。太过分了！他们就是欺负啊，你娘家远。走，哥替你啊，讨个公道。哥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个混账东西！我要是不来，我怎么知道你是怎么欺负我妹妹的？我妹妹生完孩子3天，才3天，你们连月子都不让她坐，还让她出去买东西，你们2个还是不是人啊？我们也是为了她好，让她多走走，对身体好。你要是想吃水果，回自己家吃去啊！你一个姐姐，天天跑到你弟弟家掺和他们的家事，你是不是吃饱撑着？我来我弟弟家关你什么事啊？你来我管不着，但是请你别影响我妹妹好不好？既然你这么喜欢来，那好，你跟你弟弟一起过日子吧，我带我妹妹走。哥，小雅刚生完孩子，你要把她带去哪呀？你这样她的身体也受不了啊。你也知道她刚生完孩子，那你为什么这么对她呢？你真是让我失望透顶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想到你是这样子人。哥，我也是一时糊涂才这么做的。你不就是嫌弃我妹妹给你生了个女儿吗？才会对她百般刁难。你怎么不想想当初你是怎么跪在我面前求我把我妹妹嫁给你呢？你答应过我，说过会对她好一辈子的，这才过了多久啊？你这么对她，你还有良心吗？哥，我们家三代单传，没有儿子怎么办啊？没有儿子，
那是你自己的命好不好？跟我妹妹啊没有关系。今天我就带我妹妹啊和孩子走，以后我们两家没有任何关系。你去找一个能给你生儿子的人吧。小雅，你说这话呀，难道你是真的想这样吗？我真的受够了，这3天对我而言是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。我看够了你们的嘴脸，我要带着孩子离开，重新生活。小雅，我们走。周姨，周姨，周姨，东东来了。东西准备好了吗？给我吧。东东啊，麻烦你了，每次都让你帮忙。没事，我这也正好顺路去城里寄个东西，不麻烦。快递费20块钱，我已经放里面了。不用这么多啊，周姨。没事，每次都让你帮忙，怪不好意思的。剩下的你就买瓶水喝吧。这邻里之间啊，相互帮助是应该的。对了，周姨，这城里不是有红薯卖吗？还特地寄过去给你儿子啊。自己种的，吃得放心。那行，那我先走了。你路上小心点呀。那这些日子真是麻烦你了。没事，就是我有点好奇，为什么你婆婆每次让我寄完东西，第2天你就让我偷偷拿回来啊？毕竟没人签收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啊1年前，阿荣因公殉职了，当消防员救火的时候牺牲了。我一直不敢告诉他，对一个国家而言，他倒下是烈士，是英雄，但是对于父母来说，失去的是永远的儿子。这事他一直不知道，我宁愿一个人去承受这种痛苦。可是你这样下去也瞒不了多久啊。我也不知道，所以这些日子都得麻烦你偷偷把东西送过来。我知道了，放心吧。谢谢啊。妈，你听我解释。儿媳妇，你别瞒我了，阿龙的事我早就知道了。妈，那您……因为阿龙说过，无论再忙，都会过年打电话回家。他食言了，母子俩心有灵感。我之所以配合你演，是怕你担心我。妈，你放心，没有阿荣了，我永远都是你的儿媳妇。快点，别磨磨唧唧的，再晚点都没车回去了。妈，我给你留点钱，你跟我爸去买点好吃的，平时啊别舍不得。小雅不用了哦，我家里有钱，你请人在外面赚钱也不容易。妈，我不能在你身边尽孝，你拿着这些钱啊，想买点什么就买点什么，你就拿着吧，妈。妈，我走了啊。你还慢点走啊。小雅，那你家里分个钱，拿回去吃吧。不用了，拿着吧。妈，那我走了，您自己多保重身体。你到了屋里给我打电话啊。快点啊！这都几点了？小雅，你进来来看看我们。好。我说你给你妈留这么多钱干什么？3000块钱呢，我1个月的工资啊！咱们俩在家照顾孩子，供孩子上学，有房贷还有车贷。你妈在农村又花不上什么钱，吃饭她自己种点就够了。你说你给她那么多钱干什么啊？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啊？你自己回去吧，我今天不走了。你发什么神经啊？你这是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整天在你们家伺候你们全家，我1年到头回不了2次家。我给我妈那些钱怎么啦？她养育了我20多年，我还给你生儿育女。看到了吗？这是我妈偷偷的在袋子里放的一叠钱。我爸妈住在农村，没有什么经济来源，但是他们从来都想着我。这么多钱，他们要攒多久啊？我告诉你，
如果你喜欢钱，就跟你的钱过去吧。